在这大景王朝，本宫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本宫的话就是规矩，听明白了吗？是太子殿下。既然你那么想伺候我，哼，那我就满足你。你敢！你放开我！我马上就是你二弟的王妃了，你敢动我？太子殿下，奴家为您喝酒。太子殿下，奴家给您剥的葡萄，你尝尝甜不甜？我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在东宫啊？现在是什么朝代？太子殿下，您没事吧？我问你，现在是什么朝代？回太子殿下，现在是大景王朝45年，陛下刚刚册封您为太子。没想到我竟然重生回到了10年前。陛下要我苏家押送一批军粮到军队，我要你立刻调动东宫禁军，今晚就去帮我办成，不然休想我再搭理你。苏媚雅，前世我为讨她欢心，对她言听计从，可她却联手他人将我害死。老天有眼，让我重活一世，这次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跟你说话呢，装什么傻？看他这个样子，还以为我是前世那个傻子舔狗呢。苏家的事与我何干啊？我是苏家人，苏家的事当然就是我的事，我的事自然就是你的事，所以你必须要帮我。你算什么东西啊？你到底帮不帮？这太子以前对我言听计从，跪舔我都毫无怨言，今天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竟敢这样对我说话？这次你要是帮我把这件事情办好，我就答应你一个要求。答应我要求？怎么，你也想来东宫伺候我？就靠你这张脸吗？还不如我宫里的宫女呢。你还好意思过来跟本太子提要求？撒泡尿自己照照，你配吗？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只知道心甘情愿跪舔你的傻子太子吗？这一世我不会再舔你，我要让你和所有害了我的人生不如死。以后，在这大景王朝，本宫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本宫的话就是规矩，听明白了吗？是太子殿下。既然你那么想伺候我，哼，那我就满足你。你敢！你放开我！我马上就是你二弟的王妃了，你敢动我？二皇子、贵妃娘娘，出事了！慌慌张张的成什么样子？发生什么事了？太子殿下刚刚宠幸了苏媚儿，并且向陛下请旨，将苏媚儿收作侍妾了。什么？母妃，苏媚儿可是我未来的王妃，我们马上就要成亲了。李天祥他竟然敢如此羞辱我，实在是太嚣张了。没想到太子竟然连你未来的王妃都敢下手。母妃，我们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走，去东宫。李天祥，你这个禽兽，你竟敢这么对我，二皇子一定不会放过你。你是说李元那个废物？我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我已经向父皇请示，让你做我的侍妾，以后你就是我李天祥的侍妾，只能任我玩弄，听明白了吗？兰贵妃，二皇子驾到！来得正好。太子，你都做了什么？这该做的不该做的，我都做了。上辈子这两人为了夺权，联手苏媚儿给我下毒。这一世我一定要让你们百倍偿还。李天祥，苏媚儿是我未来的王妃，你竟然在后宫如此嚣张！本宫可是大景王朝的太子，就凭你也敢直呼本宫的名讳？你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今天我就好好教教你规矩。别以为你是太子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定会将此事禀告父皇。去啊，正好让父皇看看他这好儿子是如何派自己未来的王妃到东宫去勾引我的，又是怎么跑到我东宫撒野的。不过在你去之前，你最好先搞清楚这宫里啊，谁才是未来的天子。你给我跪下！李天祥，不要以为你自己有了太子之位，便可肆意践踏他人尊严。你的尊严，本宫今日
就是要将他碾碎。而你除了跪着，别无他选。李天祥，你别太过分！过分？我告诉你，立刻跪下，不然我别打断你的腿，你只能横着出去。记住，下次再敢无礼，可就没这么容易饶过你了。起来，滚！李天祥，你给我等着，等我登上皇位，我定让你碎尸万段。李渊，这不过是个开始，我要让这宫里所有人都知道，我李天祥再也不是昔日那个任人凌辱之辈。兰贵妃，来我宫中有何事？你还敢问本宫，你做了何事？你心里清楚，苏媚儿是你二弟未来的王妃，你竟敢如此欺辱她！欺辱？兰贵妃，此话怎讲啊？我不过是与苏媚儿亲近亲近，怎么就成了欺辱？更何况苏媚儿已经被父皇下旨赐给我做侍妾了，现在已经是我东宫的人了，与二弟何干啊？你做出如此之事，竟如此理直气壮，成何体统？兰贵妃，你怕是忘了，这宫里的规矩，那是主子说什么，那便是什么。我就是这大景王朝第二个主子。苏媚儿既然到了我东宫，那便是我的人，我想如何便如何。至于你，也是一样的。父皇日理万机，想必已经很久没有宠幸过你了。那不如今日，我也让你体验一下。你敢！小心我去陛下面前告你！你尽管去告就是了。你觉得父王是会信我这个太子，还是信你这个不得宠的妃子？若是父王知道你勾引太子，您觉得父皇会作何感想？文武百官又会如何议论呢？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贵妃娘娘，救我！太子，放过媚儿。行啊，他走，你留下。太子殿下，该起床了。白薇，前是我的贴身掌事女官，办事能力强，对我忠心耿耿，是个可用之人。陛下宣您去御书房商讨江南水患事宜。我记得前世江南水患爆发时，二皇子李渊趁机献策，结果掏空国库，最终害得我被问责。这一世我一定要把握先机。你过来伺候我穿衣洗漱。记住你现在的身份，你是皇上赐予我的侍妾，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最好乖乖听话，不然我有10000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别以为你是太子殿下就可以为所欲为。为所欲为？苏媚儿，你现在好像还没有资格跟我说这句话吧？记住你的身份，再不知分寸，边境大营里啊，正好缺个卫姐，我看你就挺合适。苏姑娘，我说你这伺候人的功夫啊，可真得好好练练。这万一惹得太子殿下不开心，真把你送到了军营里面，这以后你的好日子可就要来了。白薇，你别太得意，不过是个掌事女官，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我可不敢太得意，我只是想要提醒苏姑娘，要时刻摆正自己的位置罢了，千万别忘记自己现如今的处境。陛下，二皇子提议在江南增设税卡，既能解决江南水患钱粮不足问题，又能充盈国库，此等良策甚是难得呀。拜见父皇。免了免了。哟，太子怎么来了？难道是听说弟弟献了良策，特意过来学习？二弟想多了，是父皇叫我来。不过我刚才来，听到这位王尚书在夸赞二弟你的良策，我实在想不明白，这江南刚遭遇水患，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了，这会儿增设税卡，二弟想让他们卖儿卖女来充盈国库啊！太子，你休要血口喷人，我这是为了朝廷，为了父皇。太子殿下此言差矣，江南历来富庶，些许赋税不打紧的哦。不打紧啊，
那什么是大姐啊？敢问这位王尚书家在何处啊？家中可有吃不饱饭的佃户啊？我给忘了，这王尚书家的佃户恐怕早就被您逼着卖地了，不然你怎么会有闲钱，整天跟在我这二弟的身后，净替他想些搜刮民脂民膏的法子？太子，你这是血口喷人！行了，叫你们来是张议江南水患的对策，不是让你们来吵架。元儿，江南税卡的事情，你是听谁说的？陛下饶命啊！是臣一时糊涂，是想为二皇子分忧，才想了这个昏招，请陛下饶命啊！这里没你的事了。父皇，这王尚书糊涂，二弟可不见得糊涂。身为皇子，应该为边境安危、天下百姓谋福祉，而不是靠着搜刮民脂民膏来贪领功绩。父皇，儿臣没考虑周全。没考虑周全？你这是蠢材不谋吧？社稷根基在民，地方民情你都一窍不通，也敢在此放言对策？太子，你有什么好的对策吗？说来听听。父皇，儿臣认为应当让户部从黄河调粮，再派轻骑押送粮食到江南，联系地方义仓开仓放粮，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再派人去江南督察地方官吏，修缮栈道，疏通河道，如此便可解决江南水患危机。太子说的有道理啊，就按你说的办。元儿，好好向你哥哥学学。行了，回去吧。李天祥，你可真会在父皇面前讨好。你故意曲解我的意思，真当别人看不出来啊？哼，没在父皇面前讨到好，这就气死了。我宫里的苏媚儿倒是比你懂事多了，端茶倒水，把人伺候的舒服得很，比你这个只会在父皇面前瞎蹦跶的弟弟懂事多了。你怎么没话说了？你就这点能耐，还想和我争太子之位？我劝你还是安心当个废物。废物？要不是你占着嫡长子的身份，这太子之位还不一定是谁的呢。闭上你的嘴！太子之位你也配？你再敢议论太子之位，我就去找父皇告你个大逆不道、不敬嫡长之罪！哼！李天祥，你给我等着！你去通知王尚书到东宫见我，把话带到就行。如今太子性情大变，我要不按照他说的做，肯定不会有好下场。怎么，本宫还使唤不动你？没，要是王尚书问起殿下找他何事，我该怎么回答？告诉他是关于御书房和他没算完的账，你只需要原话说，多余的不用管，懂吗？是。臣参见太子殿下，不知殿下召臣来，有何吩咐？御书房是你给李渊出的主意？殿下，是二皇子逼我的，臣再也不敢了。不敢？你跟着二皇子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不敢？鱼肉百姓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不敢？臣知道错了，臣真的知道错了，请殿下再给臣一次机会啊！我这一巴掌是让你记住，跟着李元混没有好下场。他连自己都保不住，还指望他护着你？想活命的话也简单，明天你就上奏辞官回老家，这辈子不许再踏入京城半步。臣遵旨，臣明天就递奏折，臣再也不回京城，再也不跟二皇子有任何联系。记住你说的话，滚！是。过来。看见了吗？这就是跟着李渊的下场。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是，太子殿下。过来。
要你乖乖听话，今夜把我伺候好了，从今往后，自有你的一席之地，比跟着李元那个窝囊废强多了。若是不听话，你的下场只会比王尚书更惨，知道吗？我知道了。哼，这女人昨天晚上可真听话，果然只要有权有势，什么都能轻易得到。太子殿下，该起床了。进来吧。这是谁的地方？回殿下，这是兰贵妃的听兰园。听说兰贵妃最喜爱兰草，陛下特赐封号兰，并赐予听兰园。兰贵妃还特意托人从北方运来名种，每日都让2个花匠专门伺候着。北方运来？这么金贵。你们几个，我不管是什么兰草，给我连土带花铲了。怎么需要我请你们动？还是觉得兰贵妃的花草比本太子的话还要管用啊？是太子殿下。放开苏媚儿的声音。媚儿，你听我解释，我让你去东宫找李天祥，只是想利用李天祥帮咱们办事儿，但我没想到他竟然胆大包天，竟然敢对你。二皇子，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却把我推到李天祥那个暴力的人身边，现在出了事，你就想用这个利用价打发我？媚儿，是我不好，是我考虑不周。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保护我？二皇子，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媚儿，你放心，我会尽快想办法把你从东宫接出来。不必了，我现在已经是太子的人了，咱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他李天祥是个什么东西？他根本就不配得到你。媚儿，你放心，等我当上太子，第一件事就是宰了他，替你出口气。就凭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李天祥是当今最有权势的太子，大景王朝的第一继承人，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拿什么和他比？所以你就主动爬上李天祥的床，你可真够下贱！李渊，我现在跟了太子，请你对我放尊重点。你放开我！二弟怎么就这么急不可耐啊？李天祥，苏媚儿本身就是我的女人。哼，既然你这么喜欢我睡过的女人，给你便是。太子殿下，二弟，你看，就算是我不要的女人，似乎也看不上你。李天祥，你不过就是仗着自己太子的身份，你若没有这身份，你什么也不是。你敢打我？打你是教你认清楚规矩，皇宫之内我的人我的话，还轮不到你来智慧。你还真当自己是储君了？你还没坐上那个位置呢。坐不坐得上，还轮不到你来说。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禁足3个月。你，陛下驾到！陛下驾到！殿下，陛下来了，快让他们放开二皇子吧。记住，下次你可没这么好运了。好热闹啊！啊，你们2个皇子在御花园里吵吵嚷嚷，成何体统？父皇，太子他动手打儿臣，是他。父皇，二弟他不懂事，我这是在教他规矩。教规矩就教规矩，下次不要闹得沸沸扬扬的，平白落人口实。是父皇，儿臣知道了。还有你若是安分守己、恭恭敬敬，你大哥岂会打你？父皇，明明是他。住口！你为了一个女人，不顾兄弟情分，不顾皇家颜面，看看你的样子。其他人都下去吧，你们2个跟我到御书房。父皇，您特意叫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事吗？听兰贵妃说，江南治水的法子推行之后虽有成效，但短短数日，国库就亏空的厉害，可有此事啊？父皇，何止是厉害，儿臣听说户部只剩不到5万两，连军饷都很难发得出来。太子
莫不是只顾着治水，全然不顾国库是否亏空啊？陛下，太子也是一片为民之心，只是经验尚浅。如今国库亏空，若是再拖下去，恐怕要生乱子，不如交给元儿处理吧。元儿素来细心，又懂账目，或许能想出办法。儿臣愿为父皇分忧，定能稳住国库。好啊，好一个为父皇分忧，好一个一箭双雕啊！我这前脚刚治理好江南水患，你就告诉我国库亏空，哼，这么急着抢我功劳啊？这难不成是怕我坐稳了太子之位，断了二弟的上位之路啊？你不要血口喷人！陛下，太子这是污蔑啊！臣妾一心可是为了陛下，为了咱们大景王朝啊！好了，别装了，兰贵妃，真当别人都是傻子吗？够了，都闭嘴！好了，填补国库亏空这事儿就交给元儿办吧。太子，国库亏空这件事儿你解决不了，就不要管了，回东宫静思己过吧。回东宫静思己过吧。但若是我能解决这国库亏空呢？况且这本身就是我这个当太子的职责。我愿立下军令状，3个时辰内必筹集300万两，填补国库亏空。太子，你话不要说得太满，3个时辰就凭你，怎么筹集300万两填补国库？你怕不是为了讨父皇欢心，在这吹牛吧？是啊，太子，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跟你父皇犟嘴了，好好听你父皇的话，安心让你二弟帮你处理吧。太子，休要胡闹！3个时辰之内，你怎么筹集300万两？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这填补国库亏空不是儿戏啊！若是你们觉得我做不到的话，咱们不妨可以赌上一局。敢赌吗？好啊，我跟你赌。若你能在3个时辰内筹集300万两填补国库，那我便将我名下的荣丰商会送给你；若是不能，那你便自请辞去太子之位，如何？我记得李元的荣丰商会可是有盐、茶叶、漕运和对外贸易的经营特权，是整个大景王朝的经济命脉，垄断性强，几乎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拿到荣丰商会，等于掌握了核心财政资源。好，我和你赌。好，我和你赌。我就等着看你如何收场。父皇，儿臣先行告退，等我的好消息吧。拿着我的令牌，领着一队人，让经商商会的老板秦松半个时辰内立刻到东宫见我。若是不来，直接押过来。是，太子殿下。前世这经商商会老板秦松，可是二皇子李元的钱袋子，没少用钱帮李元打通财路，贿赂官员。秦松也靠着李元的权势赚得盆满钵满，成为京城首富。如今重来一世，此人倒是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秦老板杵着干什么？难道要本宫请你坐下？太子殿下威严，小民惶恐。少跟我来这套！这会儿叫你来，是要给你一个为国分忧的好机会。还请太子殿下明示。前几天江南水患导致国库空虚，今日请秦老板来，是想跟秦老板借个300万两。半个时辰内，本宫要看见银子。太子殿下，300万两可不是笔小数目。我们的商会利润微薄，就算调动各个商户的银子，半个时辰内300万两实在凑不齐呀。区300万两都凑不齐，秦老板倒是很会藏钱啊。太子殿下何出此言？秦老板在城南开的汇通钱庄应该有个300-500万的存款吧？你前些年倒卖私盐给商船，一船赚1万两，每月能卖20船，净赚足有20万两。光这些年倒卖私盐的钱，都足够你填补国库亏空了吧？太子殿下，这等隐秘的事，除了我没人知道。太子殿下是如何得知的？我不仅知道这些，我还知道
你在替谁打理钱袋子？但是你要明白，现如今谁才是这大景王朝皇位第一继承人？太子殿下，半个时辰内凑够300万两送到东宫。今日你若是为我办成这件事，我许你商会5年的官盐经营特权，并且减少10%的税收，足够你赚回10个300万两。足够你赚回10个300万两。但你若是不肯，本宫就送你去刑部大牢。到时候偷税、行贿还是倒卖私盐，任何一条都足够你家破人亡、倾家荡产。至于二皇子李元，他现在自身都难保，他可不会管你的死活。听明白了吗？明白，请太子殿下放心，半个时辰内300万两银子定会准时送到东宫。去办吧。小民这就去。殿下，给我盯紧他，要是敢动歪心思，直接带人拿下。是。秦松，前世你是二皇子的钱袋子，这一世你也该换个主子了。陛下，太子说3个时辰内会将300万筹齐，填补国库，但是现在3个时辰已到，钱还没到这儿。户部还等着给众将士发放军饷，地方灾情也急需用钱。太子这般拖延下去，臣妾恐怕误了国事啊。父皇，儿臣并非质疑大哥，只是大哥身为太子，大景王朝的未来储君，连筹钱这点事都办不好，以后如何能担得起治国重任？怕是天下百姓都会嘲笑父皇选错了继承人。兰贵妃和二弟怕什么？是怕本宫筹到钱，断了二位的念想。哟，太子怎么空着手就来了？大哥，3个时辰已到，你莫非1分钱也没有筹到？太子，国库亏空，非同小可，你当真1分钱都没筹到？父皇，大哥作为未来的储君，连这点事都办不妥，实在是没有资格执掌东宫啊。是啊，陛下。太子这般无能，若是继续占着太子之位，怕是难以服众啊。哼，兰贵妃和二弟一唱一和的，不去戏班子唱戏，真是可惜了。进来吧。太子，你弄这些空箱子做什么？当我们这么好糊弄吗？空箱子？这箱子里一共300万两，兰贵妃不妨过来数一数，够不够给将士们发军饷？够不够填补国库？不，这绝不可能！怎么会在3个时辰就筹齐300万？你竟然真的筹齐300万两？你怎么可能做到？没什么不可能的，不过是你自己无能，便觉得天下人都跟你一样废物。本宫能在3个时辰内凑齐300万两，而你我的二弟除了在父皇面前搬弄是非，你还会做什么？就你这个废物，还敢肖想太子之位？父皇，儿臣不辱使命，筹齐300万两。哈哈哈哈哈！好，不愧是朕亲自选定的皇位继承人，有本事，有手段。只是不知二弟的赌约是否还作数？二弟，你什么时候给我你的荣丰商会呢？太子，元儿今天跟你打赌都是说的气话，你不要和你弟弟计较这么多。那荣丰商会的官营产业可是关乎大景王朝全国经济的，怎么能拿来当赌约呢？兰贵妃不会是想帮着二弟赖账吧？元儿好歹也是陛下的皇子，这荣丰商会是陛下赐给元儿的，不能轻易拿来打赌。这荣丰商会是陛下赐给元儿的，不能轻易拿来打赌。这二弟虽说也是皇子，但年纪尚轻，能力也尚浅，一句话就把关乎大景王朝全国经济的荣丰商会轻易的输给了我。看来还需好好历练。那不如把这个荣丰商会交给大哥我来打理吧。元儿，太子说的对，你明天就把荣丰商会的契约书给你大哥送过去。作为大景王朝的二皇子，要愿赌服输。知道了，父皇。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都下去吧。太子留下，朕有话跟你说。太子啊，朕看你现在行事比之前稳重许多，朕很是欣慰啊。不过你现在有这等本事，外界难免会把目光死死地盯在你身上。自古以来，太子之位都是众矢之的。那我们可以对外放出消息，说我请了一位高人在背后指点我，这样既可以方便我行事，也可以将众人的算计转移。这个提议很不错。就按你说的办。但是你这太子之位看似稳固，实则四面受敌，若没有强劲的助力，如何能撑得住？父皇，您这有话不妨直说。是这样的，沈国公沈万山3朝功臣，人脉遍布朝堂，手握京城数位。他老了，现在唯一放不下心的就是他最宠爱的孙女沈婉宁。婉宁我调查过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这长相也是京城1等1的美人，和你很是相配啊。父皇，您决定吧，我没有意见。这是你的婚姻大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安排沈婉宁进宫与你相见，培养一下感情。不用了，父皇，这政治联姻，感情是最不重要的。我认为就没有相见的必要了。不愧是我皇家的继承人，你能有此等觉悟，朕甚是欣慰。记住，在皇家，感情是最不重要的。行了，你先回去吧，朕也有些乏了。是父皇，那儿臣告退。听闻陛下要将沈国公家的孙女赐给殿下，奴婢恭喜太子殿下，以后地位更加稳固。你想多了，沈国公可不是这么好对付的。陛下无非就是想借着我除掉沈国公的势力。可是陛下明明很宠爱您，您还是他亲自选定的皇位继承人呢。当初咱们的陛下为了争取皇位，放弃了糟糠之妻和儿子，选择和我母妃联姻。陛下登基之后，又忌惮我母族势力，对我母族势力进行清剿。没过多久，我母妃离奇死亡，就连太医也查不出什么原因。我母妃过世没几天，陛下就把李元从宫外接回来，封为2皇子，又将糟糠之妻的亲妹妹册封为兰贵妃，扶持李元母族势力。所以说李元才是他最宠爱的儿子，我不过是他为李元选择的磨刀石而已。在陛下的计划里，李元没有彻底成长起来之前，利用我为李元扫清障碍，等我没有利用价值之后，就会扶持李元登基。等我没有利用价值之后，就会扶持李元登基。没想到殿下的处境竟然这么艰难。那这么说的话，兰贵妃岂不是2皇子的小姨？可是这种事情怎么从没听过？我也是前世偶然听到这个秘密，现在当然不会有人知道。这种秘辛自然是少有人知。行了，你先下去吧。是。过来。听闻陛下要将沈家小姐沈婉宁赐给殿下做正妻。沈家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容貌更是精中一绝。收起你的心思，记住你只是我养的一只狗，知道吗？知道了。现在我需要你好好的伺候我。太子殿下，这是2皇子派人送过来的荣丰商会的契约书。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已经调查清楚了，二皇子名下的荣丰商会专门负责经营盐业、茶叶、漕运和对外贸易这4个官营产业，由荣丰商会的柳如雪姑娘代为掌管。听说柳如雪很有商业头脑，帮助二皇子经营的有声有色，是二皇子的心腹之一，颇得二皇子信任。李渊已经把这些都说给我了，包括柳如雪，现在也是我的人，不是什么猫猫狗狗的心腹。同样的话，我不想听见第2遍，知道吗？是，太子殿下，奴婢知道了。走吧，咱去会会这个柳如雪。等等，兰贵妃在里边。等等，兰贵妃在里边。陛下怎么会这般糊涂？竟然把官营产业交给太子？太子可是出了名的纨绔，不学无术。谁能想到太子竟有本事在3个时辰内筹齐300万两银子？那可是整整300万！我以前见过太子，3个时辰内筹集300万两，他没那个本事。他当然没这个本事。据说太子偷偷找了位高人在背后指点他，本宫已经派人去调查，这位高人究竟是何方人士。那贵妃娘娘这次找我是何事吩咐？元儿早上已经派人把荣丰商会契约书给太子送过去了，太子稍后会来找你交接。你是这荣丰商会的负责人，我希望你到时候能用些手段把太子给踢出去。贵妃娘娘放心，我也不希望苦心经营的商会落在那个不学无术的纨绔手里，我会尽力的。哦，想把我踢走，恐怕你们要失望了。太子，你怎么来了也不让人招呼一声？二弟都已经把这里输给我了，这里都是属于我的，我过来还要跟谁打招呼？那太子，刚刚我们说的你都听到了？该听的、不该听的，都听到了。本宫没想到，平日里在父皇面前娇娇弱弱的兰贵妃，私下里竟然这么恶毒，无时无刻不在密谋怎么害我。不知道父皇看到你这恶毒的一面，会不会很惊讶呢？太子殿下，兰贵妃可是你父皇的妃子，好歹也算是你的母妃，你怎么能这么放肆？你是谁？这里轮到你多管闲事？我是荣丰商会的负责人，整个大景王朝官营产业的掌事人柳如雪。本宫当是谁呢？原来是咱们大名鼎鼎的柳如雪，柳姑娘啊！本宫倒是好奇，柳姑娘年纪轻轻就能掌管整个大景王朝的官营产业，掌握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是凭借你的聪明才智，还是凭借你那张脸？是凭借你的聪明才智，还是凭借你那张脸？你不知道整个荣丰商会都已经是本宫的了吗？知道。既然知道，还敢这样对本宫说话？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本宫的下属，明白吗？明白了。本宫劝你收起不该有的小心思，好好看清楚谁才是你的主子。这是白薇，我的贴身掌事女官，以后这里的事情都交给白薇负责。白薇，让柳姑娘带着你去熟悉一下荣丰商会的事务。是，殿下。走吧，柳姑娘。这个太子变得真是和以前不太一样。现在太子做事强势霸道，站在他面前，感觉都快呼吸不上来了。柳姑娘，走吧。啊，好的。兰贵妃，这是准备去哪儿啊？我回宫啊！太子，你想干嘛？干嘛？我记得父皇经常忙于朝政，应该很久没去兰贵妃宫里了吧？我可是你父皇的妃子，你别太放肆！放肆的还在后面呢。你要是敢乱来，我定要告诉陛下，让你付出代价。兰贵妃放心，我定会让你乐不思蜀，不舍得找我父皇告状。你们进来干什么？我是来取账本的。滚！贵妃娘娘，您没事吧？需要帮您叫人过来吗？你尽管叫人进来，只要不怕被人看到你现在的样子。如果传到我父皇的耳朵里，你说父皇会保我这个未来储君，还是保你？
如雪，我没事，你出去吧。好吧，贵妃娘娘，我就在门口，有需要的话，您可以随时叫我。这下没人打扰我们了。如雪就在门外，你敢？是啊，门外现在有人了，所以我奉劝兰贵妃不要叫得太大声，万一被人听见，可就不好了。所以我奉劝兰贵妃不要叫得太大声，万一被人听见，可就不好了。你不动我，我还没有饥不择食到在这里动你，这次就当是给你个教训，下次还敢再害我，可就不止这些了。滚吧！李天祥，你这个……站在门口干什么？进来！你叫我进来干什么？刚刚叫我什么？叫我进来有什么吩咐？太子殿下。哼。来说说你刚刚都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哼，你倒是个懂事的。我只是个办事的。你们之间的争斗，我不管，也不想参与。现在您是这里的话事人，只要是荣丰商会的事情，只要您吩咐，我都会照做。其余的，我一概不负责。这么快就归顺我了？我怎么听说你可是二皇子李渊的得力心腹之一啊？我只是个办事的，谁是话事人，我就是谁的心腹。聪明的女人，希望你能一直这么聪明下去。客套话也说完了，那咱们接下来该说说正事了。正事？咱们荣丰商会目前账上还有多少钱？现在能用的现银还有200万两。如果200万两全部拿去投资，你觉得应该投资哪个产业？我认为咱们应该先投资茶叶。哦，说来听听。茶叶利润丰厚，优质茶叶的溢价空间远超普通商品，且去年茶税年收入达4000万贯，占大景王朝财政的5%。我们只需要大量售卖茶叶给商户，就能提高茶叶的供给量，带来丰厚的利润。那其他3个呢？漕运核心是运输保障，并不能带来直接的生产利润，只能依赖于其他产业赋能，所以投资意义不大。对外贸易需要依托各种运输，虽然利润丰厚，但产业升级成本太大，难度太高。而盐是百姓日常所需用品，盐商产业已经趋于稳定，因此我认为没有投资的必要。所以我的建议是投资茶叶。既然柳姑娘这么极力推荐，那我们就投资盐商。盐商？你确定？盐可是百姓日常所需之物，价格不可能涨太多的。一旦涨价，必会民怨四起。茶叶利润高且溢价空间大，我们只需要提高茶叶的售卖量，就能带来丰厚的利润。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花200万去囤盐产业啊？当然是因为我知道前世河西走廊多处产盐地发生坍塌，导致盐价飞涨。如今我提前知晓此事，投资盐商产业肯定能大赚一笔。为什么花200万两投资盐业？你不需要懂，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只是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理由？你在质疑我？理由？你在质疑我？身为荣丰商会的负责人，我有权利过问商会旗下所有产业的经营事情。那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拥有这份权利。你这样做未免也太过霸道了。本宫做事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你只需照办即可。如果接受不了，你现在就可以滚了。我现在最后问你一遍，能不能接受？我能接受。那就抓紧时间去办吧。可以，我会按照您的吩咐办。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先投资茶叶。哦，既然柳姑娘这么坚持，不如咱们赌一局如何？赌什么？就赌我的盐和你的茶，看看咱们哪个人的投资能带来更高的利润。可以，赌注是什么？如果我输了，
我就退出荣丰商会，再也不沾手荣丰商会旗下的所有产业。如果你输了，你就代替白薇，做一天我东宫的掌事女官。可以，这个赌我应了。那柳姑娘，你可要做好准备，做我东宫的掌事女官，不只负责我的生活起居和事务处理，有时候还要给我暖床。我不认为你会赢，而且我绝不会输。是吗？那本宫就拭目以待。太子殿下，这个是柳姑娘派人送过来的账本，请您过目。这柳如雪不仅长得好看，办事也很利落，才过去1天就已经办好了。太子殿下，咱们花200万两投资盐商的事情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而且朝臣们都不看好，咱们要不要先暂停？暂停？咱们现在的投入，等盐价上涨再卖出，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那些朝臣都是些无能的废物，根本看不懂这其中的商机。可是那些朝臣们都说咱们扰乱市场，有违祖制。组织也得分时候啊！如今国库空虚，突厥又虎视眈眈，咱们若不从这盐上做些文章，哪来的银子打仗？让他们尽管去上奏，等咱们赚了银子，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殿下所言极是，只是这件事被传得沸沸扬扬，定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咱们要不要早些做准备？准备自然是要做的，不过当前最紧要的还是这盐商之事。只要咱们能顺利从中获利，到时候无论是赚钱还是充盈国库，都有了底气，不是？殿下英明，只是这件事咱们还得小心些为好，毕竟牵连甚广。放心，本宫自有分寸，更何况区区200万银子，本宫还是赔得起的。殿下这么做是为了稳固太子之位。父皇既然想借我去磨砺李元，那我就借力打力，借着咱们陛下的东风，打倒李元。太子殿下，盐商商会叶老板今晚想请您到龙丰商会见面一聚。知道了。就一个盐商商会的老板，也值得太子殿下您亲自见面一叙。你可不要小看这盐商商会，这盐商商会一直垄断盐的生产，如果能争取到商会的支持，对我们大有好处。而且想要坐稳太子之位，光有实力是不行的，还要有人脉。这眼下就是咱们最好的机会。今日设宴，特意款待太子殿下，解了盐商之困。太子殿下有所不知，上个月商会积压的10万担粗盐，险些折了这些盐商的老本儿。要不是殿下出资200万投资于我们，真是解了我盐商之困了。大恩大德，铭记于心。这杯敬太子殿下。叶老板真是客气啊。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怎么才来？太子殿下，这是小女叶真真。真真，快见过太子殿下。真真见过太子殿下。真真小姐不愧是大简王朝有名的美人，果然名不虚传，比传闻中的还要更加漂亮。太子殿下过誉了。我可没有过誉，前世叶真真可是全京城多少达官公子的梦中仙女，没想到这辈子还能看到真容。坐，坐。哎，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殿下斟酒啊！太子殿下，我敬您。怎么，真真小姐这是在嫌弃本宫？没有。看来太子殿下对小女还是很满意的呀。
珍珍小姐是窈窕淑女，君子当然好求了。那珍珍今天一定要陪好太子殿下。是。来。太子殿下，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请教你。叶老板，有话不妨直说。我实在是好奇，现在盐商利润微薄，根本赚不到什么钱，你为什么愿意花200万两投资于我们盐商啊？如果本宫说投资盐商是想有机会得见叶真真小姐真容，你可信啊？太子殿下不要拿小女打趣了，我不过一小小女子，怎会值得殿下这般大费周章？对呀，太子殿下说笑了。现在所有人都认为盐商挣不了钱，但本宫相信盐价一定会涨。区区10万担根本不够卖。10万担还不够？这些盐最少能给我们带来1000万的利润。1000万两？太子殿下，你别开玩笑了，这10万担盐怎么也挣不了1000万两啊！你不相信啊？那不如叶老板与本宫再赌一局如何？怎么赌？若本宫能在2天内挣到1000万两，你们商会就从利润中分我3成。若我不能完成，投资的200万两我分文不要，还会再给商会200万两当做补偿。怎么样？好，这个赌约我应下了。只要太子殿下能在2天内挣到1000万两，我愿将利润3成送入东宫。那就一言为定了。好。那你们就先吃着，本宫先去更衣，稍后便回。好。如雪，你说我家那老头子到底怎么想的？我可是堂堂沈国公府贵女沈婉宁，为什么非要我嫁给太子那个纨绔啊？如雪，咱们这么多年的姐妹，你就跟我讲讲呗，太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太子和传闻中的很不一样，不似传闻中那般不学无术，反而很有主意，做事非常强势霸道。我每次面对他的时候都不敢呼吸。真的吗？就他啊？是啊，如果不是太子强势，盐商商会怎么能有200万两资金入股？居然是太子让你投资盐商的！现在整个大景王朝谁还不知道？现在的盐价已经趋于平稳，没有什么上升的空间了。他居然还敢花200万两投资，这么看来，太子果然是个纨绔。不行，我得去找我家老头子，跟他退婚。那你可要小心啊！太子这个人风流，尤其喜爱美人，我怕太子看见你啊，路都不会走了。哎呀，如雪，在哪儿学的这些话呀？不跟你说了，走了。哦。太子，如雪姑娘，小心点儿，可不要摔倒了。太子，你怎么在这儿？本宫如果不出现在这儿，怎么能听到如雪姑娘在说我风流呢？你都听到了，我可不是故意说你坏话的。太子你，如雪姑娘可真野。太子殿下，我不是你的同房妾室，不是你可以随意凌辱的。我们之间的赌约，我绝对不会输的，我是不会服侍你的。本宫拭目以待。太子殿下，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遇到了个熟人，闲谈了2句。太子殿下，我再敬您一杯。不了，我已经不胜酒力，今天咱们就到此为止吧。珍珍，快扶太子殿下到后寝室休息。我犹豫什么？若不是太子殿下的投资，哪有你我的今日啊？太子殿下，我扶您去寝室休息吧。一定要服侍好太子殿下。
提一次。你放心，今晚把我伺候好了，我是不会亏待你的。我知道了。不愧是京城中多少公子梦寐以求的仙女啊，真是不错。太子殿下，我服侍您起床吧。不着急起床，先服侍我一下。太子殿下，白薇姑娘从宫里传来消息，说陛下有事召见，要您立刻去御书房。一大早就这么着急传召我，难道是李渊和兰贵妃又在父皇那里告我状了？殿下，发生什么事了？我得回宫一趟，我派人送你回去。太子殿下，您可算回来了。发生何事？父皇这么着急传召我？陛下知道您花200万两投资盐商的事情了，现在在御书房大发雷霆。我才给父皇赚了300万两，不应该为了这200万两生这么大的气，肯定还有别的原因。走，先去看看怎么回事。李天祥，你还好意思回来？皇室的脸面让你丢尽了。元儿，你没事吧？这太子对自己的弟弟都这么狠，看来是个心狠手辣的人，我必须要跟他退婚。你敢打我？二弟啊，我有没有教过你规矩啊？应该怎么跟我说话？你也配？从今往后，你姓不姓李还说不好呢。还想让我恭恭敬敬地尊称你一声太子殿下，你想的倒挺美啊。哦，那你又是想到什么法子，想将我逼下太子之位啊？这次可没人设计陷害你，是你自己作死的。作死？二弟，来，好好跟大哥说说，我怎么作死了？住手！放开元儿！够了！看看你们两个，没有一点兄友弟恭的样子，一见面就闹得鸡犬不宁，成何体统？二弟啊，以后跟大哥要好好说话，做事呢得小心一些，免得以后被人算计死了，那我这太子之位可就坐得更稳定了。父皇，你一大早找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吗？我今天叫你来，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大晋王朝3朝功臣沈国公沈万山，在他旁边坐的是他的孙女，也就是你的未婚妻沈婉宁沈小姐。见过沈老爷子，沈小姐安好，初次见面，请多指教。婉宁，你怎么回事啊？怎的这般没有礼节？沈老爷子，不碍事，这沈小姐是我的未婚妻，这点小事当然是不碍事。臣事还没定呢，休要胡言乱语。父皇，今日找我前来，可是为了与沈家的婚事啊。太子，我听说你向盐商商会投了200万两，可有此事啊？确有此事。父皇今日突然提起此事，难道你也对此事感兴趣？还有脸提？宣御史大夫觐见。宣御史大夫觐见。臣参见陛下，参见兰贵妃，参见太子殿下、二皇子。御史大夫起来吧，把你的谏言说给太子听。臣闻密报，太子昨日与盐商叶老板在荣丰商会私下宴饮，且与叶老板之女一夜春宵。太子乃未来储君，当为天下表率。今行此乱人规格之事，是无君德、无礼教，令皇家颜面扫地。若不严厉惩罚，恐乱朝纲，失民心。臣恳请陛下彻查，以儆效尤。这御史大夫，你这密报可有证据啊？仅凭你一人之言，实在是很难让人信服啊！逆子，你是想气死朕吗？本想让你好好经营荣丰商会的产业，没想到你这么胡来。我可听说啊，大哥为了叶真真，
花了200多万两呢。是啊，太子，你这件事实在是太乱来了，那可是整整200万两。御史大夫，先退下吧。朕今天叫你来，本来是商议与沈姑娘的婚事，现在倒好，让我如何面对沈国公？陛下，请勿动气，这事儿或许只是谣传。爷爷，你怎么还帮太子说话呀？万事都不可能空穴来风。太子，你自己说有没有这回事？不错，确有此事。父皇，你听见了吧？他承认了。是朕管教不严，才让你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我该怎么面对前朝重臣啊？这哪个皇室没有一点风流事啊？那之前怎么处理，现在就怎么处理呗。胡说八道！沈国公，你今天带着婉宁来见朕，是有什么想法吗？陛下，还能有什么想法？我要退婚，我沈婉宁绝对不会嫁给一个纨绔，哪怕他是太子也不行。什么？退婚？退婚？沈国公，那你的意思是男子嘛，谁没有一些风流韵事啊？更何况太子年纪轻轻，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但是拿200万只为博美人一笑，那就太荒唐了。所以我沈家绝不会让我的孙女嫁给这种人的。逆子，看看你做的好事。厉天祥，你做的实在太荒唐了。沈老爷子现在亲自登门退婚，皇家的颜面都让你丢尽了呀。太子殿下，这可怎么办？沈国公可是3朝重臣，手握大权，在前朝也是很有话语权的。他若真的退婚，咱们可失去最大的助力了。现在应该担心的是陛下才是。陛下，你忘了我跟你说过，陛下想借我的手铲除沈国公的权势。若是他们退婚了，那陛下的计划可就落空了。哦，沈老爷子，结婚之事事关重大，我们还需细细商议一下呀。陛下，还要商量些什么？我沈婉宁宁愿出家为尼，也不愿嫁给太子。陛下，婚姻大事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婉宁她要坚决不愿意，我也不会强迫自己的孙女嫁人，还请陛下见谅。等沈家退婚，我看你李天祥还拿什么跟我斗？逆子，还不赶快给我滚过来，向沈国公和沈小姐道歉！逆子，还不赶快给我滚过来，向沈国公和沈小姐道歉！道歉？没门儿！你说什么？我说，让我道歉，没门儿！你，父皇，你看他，明明自己犯了错还不认错，简直不配坐在太子之位呀！太子，事到如今还不愿意认错吗？我又没错，我凭什么要认错？没错，太子，你是不是与盐商私下夜宴，并和他的女儿一夜春宵？是。你是不是向盐商商会投了200万？是，区区200万两。如果我有更多的钱，我还会投进去的。还敢在这儿大放厥词？你说不是为了叶真真，还能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赚钱啊！投资盐商，卖盐能赚什么钱？赚钱？盐商商会足足10万担盐，最多也就卖个50万两。你拿200万两赚50万两，你赚什么钱啊？大哥，你当我们是傻子吗？二弟啊，这次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我就是把你当傻子呢。不是。陛下，你们的家事还是关起门来自己解决吧，我们沈家是不愿参与其中的。今天就只要把我的婚给退了就行了。沈小姐啊，联姻之事我们还需要细细讨论。太子他……好了，父皇，这婚事他们要退便退就是了，反正是他们沈家的损失，我又无所谓。你花200万两跟叶真真一夜春宵，还说我们家有损失，我们家能有什么损失啊？好了，既然婉宁坚决退婚，这件事啊
就听从婉宁的。即使以后我们后悔，那也是我们家自己的决定，后果我们自己承担。爷爷，我们跟这种人退婚，能有什么后悔的？陛下，既然这婚已经退了，那我们就先退下吧。大哥，你做什么了？凭什么让沈家后悔啊？是凭你给叶真真200万两，还是凭你即将坐不稳这个太子之位啊？太子，这件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你就不要跟你父皇犟了。维儿，你看这幅场景是不是似曾相识啊？殿下何出此言？我记得他们俩前些日子也是这样的吧？但是后来得知我3个时辰之内筹集到了300万两，他们不就又换了一副嘴脸吗？殿下是说咱们这一次也能大赚一笔？当然。李天祥，上回你筹钱完全是靠运气，这回大家都知道卖盐他根本不赚钱，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赚呢？我说能赚，那就一定能赚。都这个时候了，还敢嘴硬？去把荣丰上会柳如雪叫过来，我让你彻底死心。这……参见陛下。起来吧，如雪，你经营荣丰商会多年，给朕说说投资盐到底能不能赚钱？回陛下，如雪认为太子殿下这次投资可能不会赚钱。确定吗？虽然盐是民之根本，但是利润却非常小，所以我认为太子殿下这次投资不会挣钱，甚至可能会血本无归。哎呀，李天祥，像如雪姑娘经营多年的负责人都说不行，你还有什么话说呀？果然是纨绔，200多万两就这么随随便便拿出去投资，还在这里嘴硬。像你这样的纨绔，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就你这样鼠目寸光、胸无大志，如果不是父皇赐婚，你觉得我会看得上你吗？爷爷，他这也太过分了。李天祥，你就继续这样吧，你越是强势，这局势对我就越有利。这次我必定将你摁在地上，让你永远不能翻身。太子既然这般自信，不如赌一把吧。哼，好啊，那你说说，赌什么？咱就赌这次投资能不能赚钱。要是我赢了，你就把荣丰商会还给我。要是我赢了呢？要是你赢了，我就给你500万。不过这次我赌你一定会输。我的好二弟啊，你真是个大善人，不停的给我送钱，不停的给我送钱啊！好啊，既然你想赌的话，那我就陪你赌一把。不过说好了，输了可不能耍赖哦。谁耍赖，谁全家是狗！你说什么呢？不，父皇，我不是，我是说气话。太子，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大善人吧？这般看不清楚形势，还在这里嘴硬，只会让人更加看不起你。怎么，你也想跟我赌一局啊？赌啊，谁怕谁啊！我相信如雪的眼光。太子，要是你这笔投资真的能赚钱，别说成亲了，就算是给你做丫鬟贴身伺候你，我都毫无怨言。但是你要是赚不了钱，这婚你就必须给我退了，并且要宣告全京城，是我沈婉宁不要你，是你根本就配不上我。好啊，我正好缺一个洗脚丫鬟，我看你就挺合适。你想得还挺美。太子殿下，您太冲动了，这次您真的可能会一无所有，身败名裂。哦，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陛下，太子殿下，大事不好了！干什么大呼小叫？盐！看你这么着急，莫不是太子的200万两赔光了呀？哼，太子，我就等着你昭告全京城，被我沈婉宁退婚的消息。
怎么回事？是太子投资的盐商赔钱了吗？不是的，陛下，陛下，刚刚下面人来报，河西走廊多处产盐地塌陷，当地百姓无盐可用，各地百姓都开始疯狂囤盐，导致盐价暴涨。现在有很多老板都在向叶老板求合作，纷纷要求加钱购买，现在场面十分混乱。哼，我就知道投资盐商一定能赚钱。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回二皇子，如今各地都缺盐，大家都抢着买盐，短短1个时辰就已经赚了有800万两了。什么？怎么会？1个时辰赚了800万两？既然钱都赚到了，那你还这么慌里慌张的干什么？回太子殿下，盐商们都听说盐价暴涨，都想要跟您谈合作，在荣丰商会门口都快打起来了。叶老板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特地让我来找您禀报。合作可以，但非常时期必须高价出售。这次盐价暴涨，光靠卖盐，我们最少可以赚到1000万两。1000万？殿下是说，咱们这一次只靠卖盐就可以赚1000万两？赚1000万两很难吗？前世李元的前太子秦松就是通过这一次赚了1000万两，这事我赚1000万两还不是小意思。太子殿下，要是真的能赚1000万的话，咱们的分成都能有接近300万了。二弟啊，你那500万两可是我的了。你什么你啊？啊，你什么你啊？愿赌服输，快点把500万两拿给我！太子，别跟你弟弟一般计较，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只是给你开个玩笑，你不必当真。陛下，你说呢？太子，元儿现在手里就只剩这点钱，他毕竟是你弟弟嘛，给他留个产业吧。现在说他是我弟弟，如果今天要是我输了，他李元能放过我吗？二弟啊，你今天这钱不给也得给，你是知道我的手段的。父皇，你为儿臣做出主。元儿，愿赌服输。母后，你可得帮我呀！谁让你跟他赌的？害我也没用，愿赌服输。把钱给你大哥吧。太子，这500万，稍后我叫人送到东宫，这下行了吧？那就多谢兰贵妃了。我的好二弟啊，你真是个大善人，怎么次次都给你大哥送钱呢？要是没有你，也没有你哥的今天。你别太得意。二弟，本宫呢知道你脑袋空空，不过不要紧，这件事儿就交给你大哥我来解决吧。你还是乖乖的给我滚！你元儿，元儿，元儿，醒醒！接下来到你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去东宫伺候我？爷爷，太子殿下，婉宁从小被娇惯坏了，说话口无遮拦的，请您不要和小丫头一般见识。我这里给您赔罪了，我沈家愿意出10万两当做赔罪，你看可以吧？沈老爷子客气了，既然您老爷子都开口了，我这个做晚辈的自然是要给您一个面子。既然都是玩笑话，自然也不必太在意。这件事儿就让它过去吧，钱什么的都算了啊。沈小姐，你应该庆幸你有个这么疼爱你的爷爷。你这次只是运气好而已，误打误撞，有什么好得意的？婉宁，给我闭嘴！这运气也是成功的一部分，但是也不是人人都有这好运气啊。李天祥，你别得意的太早了，谁人不知你背后有高人指点，要不然就凭你一个废物，你什么也不是。我要是背后有高人指点，我不比你差，甚至比你更好。既然你这么自信，那我就给你个机会，你放心大胆的去找我背后的高人给你指点，我不会插手的，只要你能找到。
我会的，我拭目以待。哎呦，太子殿下，你终于从御书房出来了。现在盐商商会堵得水泄不通，这该如何是好啊？那些商户都吵着要盐，给谁合适啊？您看看。叶老板，不要着急，我自有安排。哦，告诉他们，价高者得，谁出的钱多，咱们就卖给谁。哦，殿下高明，这下我们一定能赚得盆满钵满。嘿嘿，只是这盐价暴涨，恐怕会引起别人的不满，届时会有人从中作梗啊。叶老板放心，我既然敢这样做生意，就不怕有人捣乱。你放心大胆的去做。等的就是殿下您这句话，那我现在就去安排，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告辞，告辞。这个叶老板看起来都快高兴疯了。多年努力，一朝扬眉吐气，怎能不激动啊？要换作是你，你会比他更激动。百位，我记得你精通算学是吗？是啊，殿下。到时候给你开个票号玩玩。真的吗，殿下？太子殿下，票号的生意可是比卖盐难多了，不是你可以随便拿来玩玩的。这件事不用你操心了吧？咱俩之间是不是还有件事没做？柳姑娘还记得咱们的赌约吧？柳姑娘应该不会像我二弟那样耍赖吧？就算我想耍赖，你会放过我吗？太子殿下放心，我会遵守约定的。倒是个聪明的人，我就喜欢像柳姑娘这样的聪明人。百位，你可以先回去休息了，今天就让柳姑娘代替你来伺候我。是，殿下。不知道太子殿下想我做什么？做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如雪，你没事吧？沈纨绔是不是欺负你啊？沈婉宁，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你怎么知道柳姑娘不是心甘情愿来伺候我的？柳姑娘，你说呢？伺候你？你一个纨绔，她凭什么要伺候你啊？如雪，你说为什么要伺候她？我和太子殿下打赌输了，所以得当他一天的贴身掌事女官，伺候他。又是打赌？太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家是开赌坊的呢，一天到晚都在打赌。如雪，别理他，咱们走。哎，咱们走。太子是个性格强势的，我要是跟着婉宁一走了之的话，后果不是我可以承担的，而且说不定还会连累婉宁。我还要工作，你先走吧。什么？你不跟我一起走吗？愿赌服输，答应了就要做到。婉宁，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放心吧。好吧，那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你给我听着，就算你是太子，也不许欺负我家如雪。要是你敢欺负她，我跟你没完！哼！多漂亮的一张脸啊，可惜就是太……太子殿下，婉宁性格单纯直爽，你别介意。怎么，怕我会报复沈婉宁？放心，我和沈婉宁既然已经退过婚，只要她不主动来招惹我，我也不会去招惹她。太子殿下，您说错了。我老头子还没同意退婚，太子殿下依然是我沈家的女婿。沈老爷子，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理解的意思。之前我轻信谣言，误会了你，你这个孙女婿，我沈家咬定了。沈老爷子，
强扭的瓜不甜，婚姻大事还是不要勉强了。接下来，太子殿下作何打算？可否到我家陪我老头子喝喝茶呀？既然沈老爷子都开口了，晚辈自当遵命。你先回东屋等我吧。是。沈老爷子，请。请。太子殿下，我最近真是要对你刮目相看了。我听外边传言说，你能做成这些事儿，是你身边有高人。可是我猜，这位高人是你自己吧？沈老爷不愧是3朝元老，竟然一下子就能猜到我布的迷局，真是心思玲珑，见微知著啊！沈老爷子说的没错，我背后的高人，的确就是我自己。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你就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太子，还陪着婉宁去宫里退婚。刚刚在御书房看到了你的谋略，胆识和远见都远超常人，我瞬间就明白了。沈老爷子过奖了。太子殿下洞察先机，预见炎荒，提前屯盐，不但安了民心，还狂赚了上千万，真是才智冠绝群伦呐！可是殿下可知为何？我听说你不学无术，为何我还要将最疼爱的孙女嫁给你？大概是因为沈家人丁单薄，到了孙子辈，就仅有婉宁一个女儿。而沈家3朝积累的人脉、财富和地位，就无人可以继承，所以需要找到适合联姻的人，才能巩固地位。确实如此，说得不错。像我们这种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结婚本就是门生意。不过婉宁从小任性，她听说你不学无术，又闹着要退婚。而我又溺爱着唯一的孙女儿，所以很多事情都由着她的性子来。不过现在我决定，我们沈家不退婚，婉宁必须要嫁给你。只有婉宁嫁了你，以后沈家才会好，婉宁才有依靠。老爷子，您这是要强行让我接受这门婚约吗？也不问问我同不同意？我想你会同意。我为什么会同意啊？一旦我们联姻，我沈家自然会成为你的助理，帮你登上那95至尊的皇位。要知道，你现在只是太子，还不是天子。你不要这样惊讶，这种事儿在皇位之争中并不少见。我既然愿意将孙女儿嫁给你，自然做好了打算。不愧是3朝元老，什么事情都看得清楚明白，佩服，佩服。那你是同意娶婉宁了？我既能抱得美人归，又得到您老人家的助力，这江山美人同时都能拥有，这是天下男人的梦想啊！我这又何乐而不为呢？好好，以后我沈家这孙女儿就托付给你了。沈老爷放心，我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老头子，我相信你。对了，你知道御书房上揍你的那位御史大夫，你可知道是谁推荐的？是谁？王尚书。王尚书，就是那个给李元出主意治理江南水患，被我逼着辞官的王尚书。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点恩怨？这件事儿并不简单，你最好还是调查清楚。多谢沈老爷子提醒，我知道了。一家人不需要客气，你多努力，我先走了。来人！太子殿下有何吩咐？去给我调查一下王尚书。是，太子殿下。王尚书，既然你自己要自寻死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查到什么了？回太子殿下，确实查到一些东西。王尚书辞官返回老家后不久，又偷偷回到京城，住在京郊的一处宅院里。这是从王尚书住处搜到的密信，上面记录了他们如何联系御史大夫，又如何找到沈国公的。李元，果然是你在背后捣鬼啊！为了对付我，你可真是煞费苦心。那咱们就看看，到底是你死还是我活。去，现在立刻派人找李元，要他欠我的500万两。如果明天还不把这些东西给我送过来，我就亲自上门去，然后再打断他的狗腿。是。太子殿下，您可算是回来了。您没事吧？沈老爷子那么喜欢我，我能有什么事啊？既然没什么事，那我就先回了。你这么着急走干什么？刘姑娘怕是忘了自己来东宫是干什么的吧？现在已经很晚了。是啊，可是啊，你现在是我东宫的掌事女官，需要负责我的全部事务，包括给我暖床。跟我过来。大晚上的，你带我来寝殿做什么？来寝殿还能干什么？那当然是要睡觉了。怎么，怕我吃了你啊？你猜对了。放心吧，我是不会强人所难的，你只需要帮我暖暖床就行，我还有事要做呢。母后，这可怎么办？我身上就这些钱，我要是都给太子，我可真就身无分文了。你慌什么？太子再厉害，我们也不是他可以随意拿捏的。我记得你不是有加荣盛票号吗？太子既然缺钱，那就把荣盛票号送给他呀。荣盛票号？可那票号早就……是啊，我们可以把荣盛票号给他，让他来帮我们收拾这个烂摊子。任凭太子有通天的本领，一家富宅里里的票号也足以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到时候，这太子之位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好，母妃，你这计策真是高啊！我这就按您说的去办。太子，就凭你，是绝对斗不过我的。你别看了，我没碰你。哎，这是我昨天晚上写的计划，你尽快去办，越快越好。这是你昨天晚上一晚上写的？对。没想到你还能写出投资计划。将我们荣丰商会现有的盐业、茶叶、漕运和对外贸易全部结合起来，只要打通这条路，我相信1年之内，咱们荣丰商会定能再赚10倍。
什么？你这个想法虽然很好，但是投入的成本太大，而且路途遥远，途经多个国家，太危险了。就算真的打通了路，也不可能让荣丰商会在1年之内赚到10倍的利润。你别看了，我没碰你。哎，这是我昨天晚上写的计划，你尽快去办，越快越好。“一带一路”对外贸易，这是你昨天晚上一晚上写的？对。没想到你还能写出投资计划。这个“一带一路”对外贸易，将我们荣丰商会现有的盐业、茶叶、漕运和对外贸易全部结合起来，只要打通这条路，我相信1年之内，咱们荣丰商会定能再赚10倍。啊？什么？你这个想法虽然很好，但是投入的成本太大，而且路途遥远，途经多个国家，太危险了。就算真的打通了路，也不可能让荣丰商会在1年之内赚到10倍的利润。你既然不相信，那不如咱们打个赌吧。如果能用这个让荣丰商会在1年之内赚到10倍的利润，你就要继续履行你的赌约，将昨晚床上未完成的事继续做完。如果我输了，我就把荣丰商会送给你，让你当老板，你看如何？可以，你这个赌我打定了，我现在就去安排人落实你这个计划。再加上我手里雄厚的资金支持，超越前世那是必然的。柳如雪，你输定了。哼，现在这荣丰商会的事情解决完了，我也该去解决下一件事了。元儿已经把价值500万的荣盛票号抵债给你，已经很好了，你不要再得寸进尺。兰贵妃，你这母妃做的可真是尽职尽责啊！本宫只是想要你们兄弟和睦。兄弟和睦？哼，好一个兄弟和睦啊！百位，李元的荣盛票号真的值500万两吗？是的，殿下，荣盛票号我之前有听说过，确实价值500万两。哼。行，李元，这次我就先放过你，下次可没这么好运了。百位，去签一下荣盛票号的转让契约，马上接手荣盛票号。是，殿下。哼。李天祥，你给我等着！今日所受之辱，来日定让你加倍奉还。放心，太子猖狂不了多久。太子殿下，不好了，出事了！怎么了？我们都被二皇子给骗了。我刚才去荣盛票号查账，发现里面压根就没有钱，而且还有300万的欠账。我就说李元怎么会舍得将价值500万两的荣盛票号抵押给我？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不行，我去找二皇子要个说法。不用去了，没用的。既然李元敢给我，肯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不怕我们去找他麻烦。更何况契约已经签过了，找他也没用了。那我们就这么任他拿捏吗？你觉得本宫能被李元拿捏吗？我李天祥既不会被他拿捏，还会狠狠打他的脸。太子殿下，您的意思是？之前不是说要给你开个票号吗？现在就是好的机会。百位，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好，以后荣盛票号就全权交给你来掌管，你就是荣盛票号的老板。可是我不行的。放心，有本宫在，你一定行。母妃，刚刚得到消息，
说李天祥已经让白薇正式掌管荣盛票号了。这次，李天祥他果然中计了。按照太子的性子，如果得知荣盛票号欠债300万两的时候，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哼。以我的了解，他肯定会购买股权，妄图通过股权赚钱，这样他就进入我们擅长的地盘，我们就可以让他输得一文不剩。到时候他就是一枚弃子，还不是任我们摆布？对，母妃说的对，这次我一定让李天祥把从我这里抢走的连本带利的都还回来。什么？太子殿下，您要买股券？股券这个事，是我很早之前就已经想过了。说不定，李渊和兰贵妃把荣盛票号给我们，就是在这里等着我们呢。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更要做这个了，让他们知道我李天祥不是什么好惹的。是。哎，我也要，我也要！老板，老板，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啊！我也要！我也要！真没想到，这股券交易铺这么火热。咱们现在手里还有多少钱？除去充盈国库的300万两和投资的花销，现在手里能用的现银就只有盐商分成的300万两。去，将这300万两全部买成官窑的股券。官窑？等一下，听说官窑股券的价格一直下跌。好像是因为原材料短缺，咱们现在买的话，万一……没什么万一，按我说的去办。是。老板，我要买官窑的。还好我前世知道，官窑只是短暂的材料短缺，很快就能解决材料供应问题，股券的价格会迅速回升，甚至创下新高。只要我现在低价大量买入，一定会大赚一笔。好，谢谢。赚了，赚了，赚了！殿下，我刚买完官窑的股券，朝廷下发了通知，说是官窑的原材料已经找到了供应商，这官窑股券的价格一下子就升了。殿下，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当然，官窑的股券现在什么价格？从咱们刚开始买的时候是1两银子一股，现在啊，已经涨到了5两银子一股。仅仅1个时辰，咱们已经挣了1200万两。这个价格还没到时候，再等等，等到官窑的股券价格涨到20两一股的时候，立刻全部卖掉。你要时刻关注官窑股券的价格。是，殿下。老板，我要全部卖掉。老板，老板，我也要，我也要。殿下，现在官窑股券的价格已经涨到了20两银子，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全部卖出去了。做得好。殿下，这一次咱们买的官窑股券一共挣了5700万两，殿下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本宫厉害的地方还多着呢，你就等着瞧吧。是。母妃，我听下人说，太子的钱已经全部买入股券，好像通过股券挣了不少钱。一点蝇头小利而已，不必大惊小怪。只要他继续买卖股权，就一定会输。元儿，可以开始我们的计划了。是，母后，那我现在就大量买入茶叶股券，吸引太子的注意。太子一旦大量买入，我们的人就会立刻将股券抛售，让太子的钱一文不剩。殿下，现在茶叶股券的价格正在疯狂上涨，咱们要不要买入？茶叶股券？对，茶叶股券的价格已经从50文一股涨到了3两银子一股了。李渊，你终于开始忍不住出手了。殿下，
您这是什么意思？这茶叶股券的价格涨幅很蹊跷，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李元和兰贵妃给我下的套，这是等着我往里跳呢。一旦买入，李元他们就会立刻抛售，到时候茶叶股券的价格必然就会下跌，我们就会亏得血本无归。这二皇子的手段也太过阴损了吧？不过还好，殿下你聪明，一下就看出来了。那这个茶叶股券咱们就先不买。我也没说不买。哈，殿下，可是这是二皇子给您布下的圈套，为什么还要买？既然李元想引诱我买，那我就如他所愿，去买入500万的茶叶股券。是。老板，我要买茶叶的。还有我的，到我了。回禀贵妃娘娘，二皇子太子购买了500万两的茶叶股券。多少？500万两。好，太子中计了。我还以为太子能有多大的本事呢，没想到这么容易就上当了。也不过如此嘛。去，告诉身边的人，继续大量购入茶叶股票，再将价格提高，吸引太子将所有的钱全部用来购买茶叶股券，再将我们的股券一点点卖掉。是。穆妃，咱们的茶叶股券现在已经抛售的差不多了，现在只剩一小部分还在里面。不过这点茶叶股券啊，跟咱们赚的钱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太子这回啊，死定了。哎呀，完了完了！殿下，咱们买的茶叶股券价格正在疯狂暴跌，这股券全都被套住了，想卖都卖不掉，这可咋办呀？殿下，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悠闲，还笑得出来，我都快急死了。本宫还以为李元和兰贵妃有多大的本事呢，这手段简直是烂透了。去，把这封信送到荣丰商会柳如雪手里，告诉她，开始行动吧。是，殿下。殿下，您这是做什么？没什么，就是让柳如雪购买大量的茶叶股券，并向外散播一些茶叶必定会涨，且有投资茶叶商会的谣言而已。这样一来，不出半个时辰，必然会流言四起，引起轰动，茶叶股券的价格必定会上涨。嘿，殿下，你快看，咱们的茶叶股券价格已经疯狂上涨了。茶叶股券全部卖出去了，除去本金的500万两，咱们还净赚了300万两呢。意料之中的事，何必大惊小怪？传信给沈老爷子，说请他看场好戏。是，殿下。李元，这次轮到我出手了，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得住啊？穆妃，咱们这次茶叶股券真正挣了700万两，狠狠坑了太子一把。这次我们一定要好好庆祝庆祝啊！啊，区700万两而已，小意思。我的目的是要让太子身败名裂。太子那边什么情况？太子那边暂时还没有任何消息传出。估计啊，太子现在正在哪个角落里哭呢吧？刚才收到一封密信，请二皇子过目。快打开看看，里面写了什么？信上说，现在这丝绸股券涨价涨得厉害，是个潜力股，就连沈国公沈万山都花大价钱收购，询问咱们是否购买。
以沈老爷子的眼光来说，他既然肯花大价钱购买，那丝绸古券就一定很值得购买。既然如此，我们也买。听您的，我这就去买。母妃，母妃，已经买好了。那就行。你买了多少？这次丝绸古券我买了3000万两，而且还加了10倍赔付率。你疯了！你竟然把3000万两银子全部用来买丝绸古券了，还压了10倍赔付率！嘿，母妃，咱们投得多，挣得更多嘛。母妃，你看沈国公都买了那么多了，没事儿的，啊？希望丝绸古券能持续涨价。殿下，这是沈国公给您的回信。殿下，信上都说了什么呀？信上说鱼已经上钩了，派人给沈国公传话，可以收网了。是，殿下。你们快看，丝绸股票暴跌了！什么？我干嘛把全部身家钱岂不是全没了？怎么会这样啊？殿下，不好了！听说丝绸股票的价格暴跌了，咱们才刚刚买入了500万两的股券，这可怎么办？慌什么？现在最着急的应该是李渊和兰贵妃。走，我带你去看场好戏。是。出事了，母妃！出事了，母妃！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的丝绸股券全赔了，现在全京城的丝绸股券交易铺被围得水泄不通，百姓纷纷上门要说法，已经发生暴动了。我们的3000万全拍没了，全没了。那可是整整3000万，全没了。太子殿下真是有手段，竟然会想到用我来引二皇子和兰贵妃入局，实在是高啊！啊，沈老爷子过奖了。现在丝绸的价格已经上涨到新高度，我们的股券又再次暴涨，这次真是大赚特赚，真是太刺激了。但是我还有个疑问，想请太子解答。沈老爷子，您请问。丝绸的价格前期持续下跌，后续持续回升，你怎么知道的？沈老爷子，您先别这么激动，我给您一件件的解答疑惑。李渊为什么一定会购买丝绸股券，而且还会加倍买入？这完全是因为我对李渊足够了解。李渊前段时间和我2次打赌，输光了家底，手里已经一文不剩，肯定是想通过这次的股券大赚一笔。这全在我的意料之中。至于丝绸股券的价格嘛，是因为重生之后的我对丝绸股券的价格涨跌早已预知，但肯定不能这样跟沈老爷子说。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哦，沈老爷子，丝绸股券的事情也是我瞎猜的。哈哈哈哈，瞎猜的。是啊，这谁知道我运气这么好，竟然一下子就猜中了。那你要不愿意说呀，我老头子也不逼你。每个人都有不能言说的秘密，我不会强人所难。但是有一件事啊，你可要放在心上。哦，什么事情？就是你和婉宁的婚事啊。我过一段时间要出趟远门，等我回来的时候，咱们就选一个好日子，抓紧时间把你俩的事儿办了啊。这不太好吧？这有什么不好的？
我知道你和婉宁没有感情，但是这不要紧，你们可以先成亲啊。成亲之后，感情再慢慢培养嘛。对，就这么定。哟，二弟啊，兰贵妃啊，你们这里真热闹。李天祥，一定是你给我动了手脚，不然我的丝绸古券怎么会赔的那么多？3000万两全赔没了。一定是你，一定是你设局陷害我们！二弟啊，你可不要空口白牙的污蔑人呐，说话要讲证据。你有证据证明是我做的吗？不过，即便就是我做的，你又能怎么样？只允许你算计我，就不许我反击了。这一切呢，只能算是你咎由自取。我说过了，我会亲手夺走你的一切。你，圆儿，你怎么了？圆儿，快醒醒！圆儿，醒醒，圆儿！圆儿，感觉怎么样了？好些了没？莫非太子这次把我们搞得这么惨，我们绝对不能轻易放过他。你放心吧，我已经约了王尚书，商讨接下来如何对付太子。既然太子不仁，就别怪我们赶尽杀绝了。这一次，我一定要让太子死无葬身之地。殿下，送走沈老爷子了？已经送走了。这沈老爷子简直比李元和兰贵妃还要难对付。他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可能会很难招架。殿下放心，沈国公这么想让您娶他的孙女儿，一定不会是我们的敌人的。外面都在盛传，太子殿下要娶沈国公家的孙女为正妻。太子殿下倒是很会盘算啊。这件事还轮不到你说三道四。我只是觉得好笑，先前我瞧不上你，你转头就去跟沈家联姻。太子殿下是觉得这太子之位坐得不稳，需要沈家的支持才能坐稳太子之位吗？你一个无根无基的侍妾，也敢瞧不上本宫？先前我喜欢你，是我瞎了眼，如今我留着你，不过是把你当个宠物逗乐罢了。记住你的身份，给我乖乖听话，不然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苏姑娘，我劝你还是安分守己一些，再不安分，殿下可不会惯着你，到时候可没人帮你。启禀太子殿下，王尚书那边有动作。贵妃娘娘的意思是让太子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是的，我要你散布一些关于太子私生活混乱的谣言，记住，越快越好，一定要流传大街小巷，众所周知。哼，到时候御史朝臣肯定会上奏弹劾太子，就算太子成亲，也于事无补。陛下肯定会重重斥责太子，说不定太子之位也就此不保，我们的目的就达成了。贵妃娘娘真是妙计呀！好，抓紧去办吧，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啊，贵妃娘娘不急，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清楚，我们还是先说一下
现在合作的事情吧。你什么意思？娘娘，这次你叫我办的事情风险巨大，已经不是之前合作的条件可以做到的了。你想坐地起价？这怎么能叫坐地起价呢？只不过是将利益最大化罢了。你想要什么？我要300万两银子。300万两？300万两银子换一个当朝太子未来的储君。娘娘，您不亏了。我这个人呢，做事一向谨慎。娘娘所答应我的事情，口说无凭，还需要您给我立一下字据。娘娘放心，这件事情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一旦这件事情传出去，对你对我，包括二皇子，都没有任何好处。你敢威胁本宫？不敢，这怎么能叫威胁呢？只不过是让我们的合作更加顺利，利益最大化罢了。好，300万两我可以给你，但是你必须搞垮太子，我要让太子碎尸万段。一言为定。这是150万两，事成之后，我会将剩下的150万两送到你住的地方。谢贵妃娘娘。王尚书，你以为本宫会轻易被你拿捏吗？等我搞垮了太子，第一个就找你算账，你给本宫等着。啊！太子怎么是你？兰贵妃，好巧啊，咱们竟然能在这里遇见。哎，你要去哪儿啊？贵妃娘娘真是好兴致啊！大白天偷偷出宫，在这酒楼包间与男人私会，可真是胆大包天。你少胡说八道！我跟王尚书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我们有事商谈。哦，有事商谈。哼，那我可就奇怪了，有什么事不能在宫里谈，反而让贵妃娘娘屈尊到酒楼里，与王尚书偷偷摸摸的谈？啊？我是陛下的妃子，你不许乱来。我也警告过你别惹我，你现在不仅惹我，还想让我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看来是我给你的警告不够深刻，那我今天就让你好好长长记性。刚才的事，我的人在外面都听到了。你要是不想被父皇知道，我劝你今天就回娘家，等所有的事情结束之后再回来。至于父皇那边，你自己找个理由搪塞过去。你敢？那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是我不敢的？李天祥，你这个疯子！既然知道我是个疯子，你就更不应该招惹我。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还不行吗？殿下，我们就这么把兰贵妃给放走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放心，我已经让兰贵妃今天就回她娘家了，李渊那边她也不会插手。是。等到所有的事情都结束，她再回来，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知道了，殿下。对了，王尚书那边什么情况？昨天已经派人去审过了，没几下他就全招了。他说是兰贵妃指使他，让他在京城散布谣言，诋毁污蔑您。就凭他啊？除了这些，
王尚书他还交代了二皇子和兰贵妃的一些秘密，无论哪件散播出去，都足够他们身败名裂。这件事你干得不错。那我现在就把这些消息给散播出去。哎，先不着急，还没到时候，先把这些秘密掌握在手里。等需要的时候，这会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是，殿下。太子殿下，你可算来了，出大事了！出什么事了？婉宁趁着沈国公出远门的时间，要在今晚宴会上当众宣布与你退婚。倒像是他能做出来的事儿。太子殿下，都什么时候了，您还笑得出来？咱们准备怎么办？无妨，他这样也影响不了我与沈家的联姻，让他闹去吧。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生辰宴。今天我有个事情要向大家宣布。今晚在这里，我沈婉宁宣布，我与太子李天祥的婚事解除，我要退婚，并且这辈子永远也不会和李天祥成婚。沈小姐，你要和太子退婚，明天这件事情肯定能轰动全城。这李天祥身为当朝太子，竟然被当众退婚，这脸呀，算是丢完了。丢什么脸啊？在座的各位谁不知道，这个太子就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这太子之位早晚得落到二皇子手中。婉宁小姐跟太子殿下退婚，简直是明智之举啊！是啊，是。可是沈老爷子可是很欣赏太子的。婉宁，你与太子退婚这事，沈老爷子能答应吗？我的婚事我自己做主，而且我相信我爷爷也会尊重我的选择。沈小姐啊，可否告诉一下大家，你为什么一定要解除这个婚约呀？太子身份显赫，你嫁过去就是太子妃了呀。我才不在乎什么太子妃呢，我可是从小立志要自己创业，有自己商业版图的女强人，那我的夫君自然也不能差。虽然说不能像李天祥背后的那位高人一样，一天之内赚1000万两，那好歹也得是个有头脑的经商天才，而绝不是像李天祥那样，他太子就是一个靠着自己权势胡作非为、一无是处的纨绔。他李天祥根本就配不上我，这婚啊，我退定了。沈小姐这次可真是看走眼了，您刚才通过股券赚了9000万两，您的经商投资头脑世上没人比得上，他还这样当众诋毁您，真是不知好歹。他要是知道他说的那个高人就是还不碍事，让他闹去吧。等宴会结束，我自会与他私下结算。今晚非得把沈婉宁治得服服帖帖。怎么，你想试试？元儿，你对沈婉宁提出退婚一事有什么看法？这里没有别人，直说吧。父皇，儿臣觉得沈婉宁与太子退婚对咱们有好处。哦，怎么说？父皇，您想啊，沈家势力遍布朝堂，沈婉宁此女颇有经商头脑。若她与太子退婚，我们将其拉拢来，有了她的助力，我们诸多事情都大有裨益。而且太子就是个废物，他没有经商的头脑。如果他与沈婉宁退婚，对我们而言，百利而无一害啊！你口口声声说太子是个废物，没有经商的本事，可是朕看这几次都是你，太子胜你好几次啊！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连个废物都不如？父皇，儿臣之所以败给太子，是完全被他们骗了。行了，朕不是不知道你和兰贵妃私下都做了什么，懒得跟你们计较。谁曾想你们连李天祥这个纨绔都制服不了。兰贵妃给朕讲，娘家那边有事要亲自回去一趟，
朕就猜到肯定是你们对李天祥下手失败，让李天祥拿到了把柄。你个不成器的！元儿，朕今天就跟你说句心里话。太子之位和未来的储君，到最后只会是你的。他李天祥只不过是朕树的一个靶子，替你扫清障碍。你在朕心里永远是最重要的。父皇，儿臣就知道您最疼爱我，最心疼我。他李天祥必须要和沈婉宁成亲的。父皇，这是为什么呀？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沈国公沈万山，3朝功臣手握实权，人脉遍布朝堂，但是沈家人丁单薄，到了孙子辈，就剩沈婉宁一个孙女。如果李天祥能和沈家联姻，那么沈家的财富全部都在李天祥手里。到时候朕再找个借口贬斥李天祥，沈家的一切全都会被我们握在手中，这比直接夺权要容易得多，还不会引起其他重臣的猜忌。父皇，您的计谋实在是高，不过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你问。李天祥未来羽翼丰满，不听您的，这可怎么办？他敢！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李天祥抓紧时间和沈婉宁成亲。儿臣明白了。父皇，我这就去办。李天祥，就算你身为太子，也只能是朕手心里的棋子。我已经当众宣布与你退婚，我们的婚约已经不作数了。你确定吗？我确定，非常确定。沈小姐，你还是太单纯了。小姐，沈老爷子已经知道您擅自宣布退婚一事，大发雷霆，并且让小人转告您。您说的一切都不算数，我们沈家是绝对不会和太子殿下退婚的。我都说了，我们的婚事，沈小姐你说了不算的。婉宁，婉宁，你等等，你等等。如雪，你说我嫁个老头子，为什么非让我嫁给太子啊？他李天祥究竟有什么好的？婉宁，其实我个人是认同沈老爷子的决定的。如果你真的嫁给太子的话，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哎呀，如雪，你怎么帮着太子说话？你还是不是我好姐妹了？你们是谁？殿下，我根据王尚书交代的名单，已经将东宫还有商会的探子都铲除了，但是我留下了2个，打算用来迷惑2皇子和兰贵妃。殿下，这2个探子还要留着吗？现在已经跟2皇子和兰贵妃撕破脸了，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没必要再留了。是，殿下，我现在就去办。去吧。启禀太子殿下，荣丰商会柳如雪姑娘派人送信给您。知道了，你下去吧。是。去酒楼商议事情，这柳如雪到底在想些什么？不会是沈婉宁出事了吧？柳如雪昨天晚上是和沈婉宁一起离开的。2皇子，回2皇子，信已经给太子殿下送过去了，预计太子很快就会到。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哼，柳如雪带走，沈婉宁留下。是。李天祥，这可是西域顶级的媚相。
让你和沈婉宁这样的美人春秋一度，真是便宜你了。不过你放心，像这样的东西，我一定会拿回来。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沈婉宁，沈婉宁，沈婉宁，快醒醒！沈婉宁，我这是怎么了？沈婉宁，父皇，父皇，事情我已经办好了。这次就算李天祥和沈婉宁不想成亲，也不得不成亲了。好，好，哈哈哈哈！这事干得不错，不愧是朕的好儿子，哈哈哈哈！我这是在哪儿啊？这是什么情况？你怎么在这里啊？李天祥，你居然敢欺负我！我不会放过你的！欺负你？我记得昨天可是你主动的，我还说你欺负我呢。我不管，就是你欺负我。谁？殿下是我。进来吧。殿下，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您与沈小姐的事已经闹得人尽皆知了，现在大街小巷都在讨论您与沈小姐。讨论什么？说沈小姐假意与您退婚，实则私下早与您在玉春楼春风一度。你们二人的婚礼不久就会举行，到时候会举国同庆。我什么时候跟你春风一度了？人家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场景。你现在就算不嫁给我，也必须得嫁给我了。你无耻！你说这是你设计好的，就是为了让我嫁给你。就算我什么都不做，你不是还得嫁给我吗？我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吗？你动动你脑子想想行不行？而且我来的时候，你早就昏迷在床上了，这不就是明显有人给我们下套了吗？你脑子转得还挺快的吗？这都能想到。还行吧。这次不管到底是谁，我都不会放过他。哎，你就准备这么走出去啊？那不然呢？你信不信？玉春楼外面早就围满了人，你一出去就马上要被人围观的。那怎么办啊？你去通知百威，让他准备一辆马车到玉春楼门口停着，用来迷惑门口的人，再派一辆马车到玉春楼后面准备接我们。是。好了，现在就等他们过来接我们了。殿下，您怎么和沈姑娘？我昨天收到柳如雪传信，说有事相商，约我到玉春楼见面一叙。没想到，说到这儿，你昨天宴会结束之后，有见过柳如雪吗？昨天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柳如雪。昨天如雪是和我一起被迷云绑走的，她不会有事吧？这个暂时还不能确定，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追查，到底是谁设计绑架你们的，以及柳如雪到底被关在什么地方。柳姑娘在哪儿关着？我知道。爷爷，爷爷，你可算回来了。乖，不怕，爷爷在呢。太子，看来这些人现在按耐不住了。老爷子，您的意思是这件事是谁做的？你早该心里有猜测。是，我确实一直都有怀疑，李渊他是绝不想让我和沈家结亲的。这件事只有皇帝，所以我猜测这件事便是皇帝指使李渊这样做的。我只是没想到，这皇帝陛下为了达到目的，
竟然连这种下作手段都能用上。哼，不过也不奇怪，为了皇位，他可是什么都做得出来。太子，接下来你怎么做？也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我准备给咱们皇帝陛下准备一份大礼。哈哈哈哈！无论你怎么做，老头子都支持你。那就多谢沈老爷子了。毕家人无需客气。你们在打什么哑谜？我怎么听不懂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是一场很精彩的戏，你会爱看的。月儿，你在城中扩散太子与沈婉宁的事儿，做得很好。现在京城人尽皆知啊。多谢父皇夸奖，但是还不够，远远不够。父皇，接下来该怎么做？沈国公马上就要回京城了，你带着礼物去找沈国公，把这件事说给他听，顺便提亲，你就说是朕的意思。父皇为何要这么做？把这件事跟沈国公一说，他定会觉得很没面子。这样的话，太子和沈婉宁的婚事板上钉钉，更改不了了。妙啊！儿臣这就去办。二弟，这是要去哪里啊？李天祥，你怎么在这儿？你是不是脑子坏了？这是后花园，我是当朝太子，这皇宫有哪里我是不能来的吗？你怎么？难道是二弟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把我赶出皇宫？好了，兄弟二人一见面就争吵，成何体统啊！太子啊，朕听闻你与沈家小姐关系不错，做得很好，看来马上就能给你们举办婚礼了。这还要多谢我的好父皇您的成全。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难道不是你和李元设计将沈婉宁迷晕绑走，又设计诱我过去，再派人满京城散布我与沈婉宁的事，趁机想坐实我与沈婉宁的婚事吗？莫不是父皇还不想承认吧？那你这样可太没意思了吧？李天祥，注意你的言辞，请你别太嚣张了，就没意思了。你什么态度？你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吗？李天祥，你敢打我？本宫的名字也是你能直呼的，我没教过你规矩吗？你叫什么？你什么你？还需要我再教你一遍吗？大哥，大点声！大哥，这才乖吗？你这样的还想跟我斗？你在我眼里就是蝼蚁，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所以我劝你，还是给我乖乖的滚到一边去。李天祥，别太嚣张了。怎么还想挨打？够了，闹够了没有？你们两个一见面就吵架，成何体统？太子啊，你与沈婉宁的事情是朕让元儿去做的，朕是为你好嘛。为我好？沈婉宁一直在推脱跟你的婚礼，我也是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呀。这样的话，沈婉宁就能心甘情愿与你成婚了。那我是不是还要好好谢谢你啊？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才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你的皇位。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让我娶沈婉宁，无非就是想利用我与沈家联姻，趁机夺取沈家的权力、人脉和财富。等我将沈家尽数掌握，你再借口贬斥我，从我手中夺走沈家和太子之位，最后
再扶持你心爱的皇子李元登上皇位，这是不是就是你想要的结果？你知道了，纸包不住火的，秘密总会有被人知道的一天。是啊，一天之内赚了1000万两的高人，能猜到这点，想也不难。唉，到底是朕低估你了。什么？他是一天挣1000万两的高人？是李天祥。二弟，你之前不是放话说想请我背后的高人帮你吗？现在我人就站在你的面前，来，你请，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请得动我。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不，父皇，你说那个高人就是李天祥？慌什么？就算他李天祥是那个传说中的高人，又能怎么样？朕是大景王朝的皇帝，拥有着无上的权力。李天祥，还不是得乖乖听我的话？对，怕什么怕？天祥，朕劝你，你乖乖听话，跟沈婉宁成婚。你若听话，我就看在父子一场的份上，封你个亲王，日后做一个闲散亲王，如何？你真的不该在这个时候威胁我。这就是你的命，和你母亲一样，联姻的命。李天祥，我告诉你，我才是大景王朝的接班人，你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垫脚石罢了。你呀，最好乖乖的去和沈婉宁成亲，我自会为你送份大礼。有些位置你就不用惦记了。你的礼就免了吧，还是我给你们父子送上一份大礼吧。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你们父子二人刚才不是想去沈家送礼吗？看来你们很喜欢送礼，那我是不是也该给你们回份大礼啊？你不是最看重你的皇位和权力吗？那要是你的大景王朝一朝覆灭，你又该怎么坐稳你的皇位呢？逆子，你敢！现在整个大景王朝的核心财政资源全部掌握在我的手里，我有什么不敢的？李天祥，就凭你一个人，就想妄图通过这些颠覆我大景王朝吗？如果再加上我这个老头子呢？沈万山，你跟这个封太子是与朕作对吗？李天祥，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竟然联合沈家对抗我们！此言差矣。太子乃我沈家的孙女婿，怎么能是外人呢？陛下，不要怪我说话不留情面。你一直对我沈家虎视眈眈，我沈家立于朝堂多少年，经历过不少腥风血雨，也不是随便拿捏的，所以我自然要帮太子。好孙女婿，有我老头子在，不要怕，我给你撑腰。多谢爷爷。皇上，在当时这早晚会出现的。什么？说什么了？太监禀报，沈家控制了各个漕运通道，控制了京城粮食供应，哄抬粮价，断了国库的财源，而且还联系富商大贾。现在京城闹得是人心惶惶。沈万山，确定要与朕作对吗？我已经说过，太子是我沈家的孙女婿，我必须给他撑腰，哪怕是倾家荡产，
也在所不惜。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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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好得很呢。李天祥，你认为有沈家给你撑腰，就能跟朕作对？太天真！朕是大景王朝的皇上，拥有无上的权力，你们这点手段撼动不了我的地位，是吗？那如果我说，在我来之前，我就已经派军队将皇宫团团围住了，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您觉得您还有支援吗？你个逆子！不好了，不好了，陛下，大事不好了！慌什么？好好说！陛下，天真的塌下来了。刚刚接到密报，京城已被数围团团围住，我们可调动的军队已经完全归心于太子，现在我们真的孤立无援了，陛下。什么？都是你干的好事儿！你说呢？李天祥，你真是好狠的心！居然敢利用漕运暗中与漕运控制粮食供应，暗中截留税收，断了国库的财源，再联合富商，大股资金支持，最后利用京城数卫包围皇宫，对朕进行威慑。不然呢？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当年若不是你，我母亲又怎会离奇死亡？就连太医都说不清原因。这一切都是你的报应。好一个报应！朕告诉你，朕从来都不相信什么报应。李天祥，你不要以为这样朕就会把皇位传给你，你休想！在朕眼里面，永远只认李渊一个儿子，只有李渊才配当未来的储君，才有资格继承这个皇位。没错，李天祥，大景王朝的王位只能是我李渊的。那这好办，如果李渊死了，你就剩我这一个儿子了，你是不是就没得选了？这皇位自然就是我的。来人！你想干什么？你想要杀了李渊不成？杀了他太低级了，一点意思也没有。我会让他每日都活在无尽的痛苦之中。来人，把他身上的锦服脱去，游街示众，让所有人看看他们对抗我的下场，然后打入冷宫。走！我不想走，走！你救救我呀，父王！快走！我不想被关进冷宫，我不想游街示众啊，父王！我不想游街示众。现在你就剩我一个儿子了。李天祥，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这都是你教的好啊，父皇！听我一句劝骂，退位吧。现在的局面你把握不了，以后这大景王朝就便交给我来管理。我会念在咱们父子一场的份上，封你为太上皇，保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安享晚年，你看如何？好，朕答应你。传朕口谕，即日起，太子成为大景王朝新任皇帝，昭告天下，通晓六宫。是。参见陛下！参见陛下！
起来吧。啊，好样的，做得好。不好，我放了一件事。什么事儿啊？柳如雪。完了，如雪还没救，快去吧。柳如雪，太子殿下，你怎么来了？这一切都是陛下和二皇子李元的阴谋，他们把我和婉宁迷晕后，然后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你快走，他们要是发现你在这儿的话，可能会对你不利。放心，他们已经对我构不成威胁了。你这话什么意思？陛下，外面已经清理干净了。陛下，您现在已经是。没错，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什么事？我之前投资已经赚到荣丰商会10倍以上的利润了。这次的赌约你又输了，我也该摘取我的胜利果实了。恭喜陛下，皇上，终于恭喜陛下！微臣恭喜陛下！您有帝王之相，陛下统领，我们一定国泰民安啊！恭喜陛下，终于得偿所愿。恭喜了！哈哈哈！恭喜陛下荣登大宝，天下尽在手中。李天祥，你今天看起来挺不错的。勉强算得上是风流倜傥吧。喂，婉宁，你怎么能这样跟陛下说话？你马上就要和陛下成亲，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怎么能这样不稳重呢？爷爷，若不是我爷爷救你，你也不会这么轻易成功。不过话说回来，你还是有点本事的。不过你这点本事还配不上我，更比不上传说中的那位高人。那看来沈小姐很是爱慕那位高人了。那当然了，我说过，只有像那位高人一样，才配成为我沈婉宁的夫君。哦，是吗？那如果那位高人就是我，沈小姐可会失望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爷爷，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他真的是传闻中的那位高人吗？我可以为陛下证明，他就是你说的那位高人。李天祥居然就是我爱慕的人，这怎么可能啊？婉宁，我可以作证，陛下真的就是那位高人。我一直都陪在陛下身边，我也可以作证。没想到我爱慕的人居然一直是你，这么看来，你确实很优秀，是我沈婉宁配不上你。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就嫁给你。啊！诸位，今日朕再次宣布，沈婉宁将成为朕的皇后。3日之后，将举行册封大典。恭喜陛下！恭喜皇后娘娘！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臣等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平身。谢陛下！恭迎皇后娘娘。